婆婆把女儿扔在游乐园，独自去买了彩票。怎料第二天开奖，她中了2个亿，女儿却不见了。然而1个月后，高温末世来袭，我回家避暑，却在野地里发现了女儿。我不顾爸妈的劝阻，要给女儿报仇，却发现老公和闺蜜暗中苟且。最终，我被他俩绑到别墅，折磨致死。再睁眼，我回到婆婆买彩票的前一天，此刻女儿站在我面前，不停晃着我的手。妈妈，妈妈，你怎么了？感受到手上软绵绵的触感，我才意识到自己重生了。彤彤，妈妈，彤彤在这里。妈妈，你怎么了？我将女儿紧紧抱在怀里，嚎啕大哭。不知哭了多久，开门声响起，婆婆的出现打断了我们。哎呦，这是干什么呢？老远就听到你们娘俩的哭声，大好的日子会不会气？我瞬间停止哭泣，抱着女儿坐到沙发上。妈，你这一天去哪了？能去哪？不是你说的让我来给你看孩子，我不得把周围熟悉熟悉啊！这转了一天，可累死我了。婆婆说完，便要往卧室里走。我忍不住问道：我怎么听小区的李大妈说，今天在医院看见了你？看见我了？那什么，我今天有点难受，就去医院看了看。他还说什么了？他还说看见你搀着一个年轻女人，问我那是不是父亲的妹妹？什么父亲的妹妹？我就是看见那年轻媳妇怀孕，想沾沾喜气，谁让我没有大胖孙子呢？说到这里，婆婆狠狠瞪了女儿一眼。我要是有孙子，还用眼馋别人？你要是有心，就赶紧去找工作，别在家吃闲饭。我那8000块钱可1分都不能少，你别想用我儿子的钱来打发我。说完，婆婆转身回了卧室。我看着她的背影，冷笑一声。当初我没有辞职的时候，工资是她儿子的2倍多。这几年在家花的都是我自己的存款，而他儿子一直说创业，不仅没有给过我钱，有时候还需要我接济他。也就是从去年开始，他的小公司才有了点起色。只是没想到，他公司还没有办得多红火，婚外情倒是先经营了起来。见我愣神，女儿拽了拽我的衣服。怎么了，彤彤？妈妈，我不喜欢奶奶，可不可以让外婆来带我？彤彤不要担心，妈妈不会让奶奶带你的，以后妈妈自己带你，不交给别人。真的吗？女儿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可随即又暗了下去。不要，还是让奶奶带我吧，妈妈还要工作，妈妈喜欢工作。彤彤不要担心，妈妈一定会亲自照顾彤彤的。比起工作，妈妈更喜欢彤彤；比起上学，彤彤也更喜欢妈妈。到了晚饭时间，我带彤彤去吃了她最喜欢的汉堡炸鸡。至于婆婆，反正她是不会让自己饿死的。而父亲虽然和我说在公司里加班，但实际上应该在我的好闺蜜那里。吃完饭，我先去药店买了安眠药，又花大价钱买了隐形摄像头，然后带彤彤在游乐园玩到快9点才回了家。婆婆见我和彤彤大包小包的回来，白眼快翻到天上去。一个丫头片子，真是宠得没边了，张口闭口小丫头片子，说的自己不是女人一样，怎么就这么自轻自贱呢？苏婉，你反了天了，敢跟我顶嘴？你信不信我明天就回去，再也不给你看孩子？是你求着我来给我看孩子的，你要是不愿意，现在就可以离开。反了天了，我走了，你好找保姆是不是？1个月8000块钱，你知不知道我儿子挣钱多辛苦？你自己自甘下贱，想要低男人一等，不要带上我的女儿。还有，你说我花你儿子的钱，要不要我现在打电话问问他，看我有没有花他的钱？说着，我拿起手机就要给父亲打电话。婆婆见状，咬牙切齿道：行了行了，打什么电话？我以后不叫他丫头片子就是了。我冷哼一声，带着女儿回了主卧。给女儿洗好澡后，我把安眠药放到了牛奶里。婆婆自从来了家里，就养成了喝牛奶的习惯。本来是给女儿买的进口牛奶，现在有2/3都进了她的肚子。既然这样，那上辈子的仇就从这杯牛奶开始吧。把女儿哄睡后，我透过门缝看到婆婆端着一杯牛奶进了卧室。随后，我将卧室门反锁，给弟弟打去电话。姐，怎么这么晚给我打电话？小陈，你明天能不能来商城一趟？怎么了姐？发生什么事了吗？我实在忍不住，哽咽出声。弟弟听出我的声音不对，在电话那头急切地叫我：是不是姐夫欺负你了？你别害怕，我现在就找兄弟去商城。你别急，我现在没有事，你明天来一趟我这里，事情太多，在电话里说不清，记住，只能你自己一个人来，别告诉爸妈。姐，到底什么事情啊？你这样模棱两可，我怎么可能不急？我知道弟弟想了解出什么事了，可现在事情太多，一时半会儿讲不完。将弟弟安抚好后，我挂了电话，然后边收拾自己和女儿的行李，边想事情。这时手机震动了一下，是我定的闹钟。随后我拿出摄像头，在房间里布置了起来。主卧弄好后，又布置了客厅。最后我到婆婆的卧室装好设备。凌晨，一阵急促的开门声响起，我下意识以为是父亲回来了，可打开猫眼一看，却看到了弟弟苏晨。我赶紧打开门道：小陈，你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我不是说让你白天再来吗？晚上多危险啊！弟弟没有理会我说的话，而是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见我身上没有受伤，他明显松了一口气。我能不过来吗？你那样的语气，真是给你吓死了。说着，弟弟进了家门。他进来的第一件事，先是环顾了一圈，然后皱眉道：姐夫呢？我没有回应他，而是带他进了卧室，指着那几个行李箱道：先跟我把这些拿下去，一会儿跟你说。弟弟把行李箱拿到楼下后，我抱着还在熟睡的女儿下了楼。等把一切安顿好，
坐上弟弟的车，我才缓缓开口道：“父亲他出轨了。”是什么人？柳如渊。弟弟听到这个名字，猛踩刹车，差点被后面的车追尾。我赶紧止住了话题，直至到了酒店，将女儿安顿好，才道：“不用怀疑，就是他。她不是你最好的闺蜜吗？”是啊，柳如烟确实是我最好的闺蜜，可也是她勾引了父亲，甚至成了他的秘书。我在家里带孩子的时候，她给了父亲风花雪月；我准备再次进入职场，成为女强人的时候，她给了父亲一个儿子。至于上辈子女儿被人害死，也是她找人在婆婆耳边吹风，说她怀了儿子，于是便有了婆婆在游乐园把我女儿丢掉的事，也有了柳如烟的哥哥柳芒将女儿害死的事。好在老天让我重生一回，这辈子我会把他们加注在我和女儿身上的痛苦成百上千倍的还给他们。弟弟坐在对面，听我说完后，眼泪不停往下掉。姐，我要去嘎了他们这些人渣。小陈，现在还不是时候，他们当然都得死，只是现在还不行，我们不能因为他们丢掉自己的性命，他们不配。弟弟听了我的话，渐渐冷静下来。小陈，你信我说的重生和末世的事情吗？我信。我有些诧异，没想到弟弟这么容易就相信了。本想询问他是不是也重生了，可弟弟却摇头道：“我没有重生。昨天我在柳芒他们村给一家人做装修，偶然听到了柳芒和他妈的对话。他妈让他不要再祸害村里的小姑娘了，说他们都是孩子，一旦被发现就要坐牢。我当时本想报警或者告诉那些小孩的父母，但我一不知道那些小孩是谁，二也没有确切的证据。其实我已经买好摄像头了，就等着后半夜安装在他家附近。只是突然接到你的电话，就来了这里。这事你肯定不知道，现在你说出了他的癖好，我就知道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听到弟弟的描述，我心里翻涌着怒火。那些孩子，他们都还那么小，柳芒怎么敢？小陈，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即使末世快要来了，我们也要阻止他祸害更多人。我知道姐，现在你赶紧跟我回老家吧。按照你说的时间，现在离末世还有1个月，我们有大把时间做准备。至于柳家的人，与其把他们送到监狱，好吃好喝的受惩罚，不如我们亲手制裁他们，加上你和彤彤上辈子的仇，我们一块报。小陈，你说的很对，只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回老家。为什么？因为只有在省会城市，我们才能得到最新消息。就我上辈子的情况来说，政府在我去世之前一直处于救灾状态，虽然不能顾及所有人，但是在省会城市可以得到更多救援。我虽然拥有前世的记忆，但是并不能避免所有危险。如果要将遇到的危险降到最低，只有活在政府控制的秩序下。可是已经末世天灾了，秩序还会存在吗？别的国家我不能肯定，但是在大夏，只要世界不毁灭，秩序就一定存在。可是我们如果住在省城，要住哪里呢？我的存款虽然可以在小县城买套房，但是买到省城还差一大截呢。不是还有你老姐吗？姐，你手里的钱这几年也花的差不多了吧？妈前几天还说卖了麦子要给你一部分呢。听到弟弟的话，我很感动，随即在纸上写了一串数字出来。这是什么？明天2亿彩票的开奖号码。弟弟闻言，一脸震惊地看着我。这是真的？我还会骗你不成？我刚才还想着拿家里所有身份证薅网贷呢，现在不用了。行了，赶紧补会觉，醒了还要你帮我盯着富家母子，我不能让他也去买彩票。我和弟弟短暂休息了一会儿，9点一过，我便乔装去了最近的彩票店，把那个号码买了下来。而弟弟则盯着我在家里布置的摄像头。回到酒店，已经将近11点，弟弟马上看向我。姐，他发现你离开了。是吗？我把监控视频回放，大概10点的时候，婆婆被手机吵醒。她年纪大了，手机声音一直开得很大，所以监控能清楚地捕捉到父亲的声音。妈，事情办得怎么样了？什么事？你忘了昨天我们说好的把彤彤带到游乐园丢了的事情啊？哎呦，我这脑子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儿子，你放心，我现在就去带他去游乐园。想跟我孙子分财产，死丫头片子也配。婆婆说完，便穿好衣服从房间出来了。可她推开我的卧室门后，却傻眼了。于是她赶紧给父亲回拨过去。儿子，苏婉和丫头片子都不见了。什么？去哪了？不知道啊，柜子里的衣服都不见了。坏了，儿子，他不会知道我宝贝孙子的事儿了吧？昨天我从医院回来，他说有人看见我搀着如烟了。什么？你昨天怎么不跟我说？他也没继续问啊，应该不会是这事吧？婆婆边说边往厨房走。我知道她每天早上起来必定是要喝水的，可她话音刚落，便一下摔在地上。妈，怎么了？天嘎的小娘皮在厨房倒了一地的油，可摔死我了。弟弟看到这里，忍不住哈哈大笑。死老太婆，怎么不摔死她？我也笑了，看着婆婆躺在地下不能动，心里的恨意解开了一点点。我将视频往后拖，大概半小时的时间，父亲和救护车同时到了。儿子，你要给妈报仇啊！她居然敢害我！妈，你别骂了，是不是婉婉还不知道呢？我现在打不通她的电话，等找到她，我一定让她给你下跪道歉。看到这里，我关掉了视频，将手机开机，父亲的电话立马打了进来。苏婉，你在哪？我妈摔倒了，你知不知道？油洒在厨房，你为什么不打扫？我在外面工作容易吗？你就是这样孝顺老人的？
你赶紧给我回家，我妈还在医院等着人伺候呢。老公，你说什么？妈摔倒了？我不知道啊。昨天小陈给我打电话，说我妈干活受伤了，我着急去看她，买了最早的高铁，根本没有进过厨房，是不是妈不小心洒地上的？不管是谁撒的，你现在赶紧回来，我妈还等着人照顾呢。不行啊，我得照顾我妈，你妈你就自己照顾吧。苏婉，你知不道孝顺2个字怎么写？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现在你是我们傅家的儿媳妇，我妈生病了，就应该你去照顾。再说，你妈不是还有你爸和你弟呢吗？你上前去现什么眼？这样吧，老公，我现在已经快到老家了，回去是不可能了。我拿钱给妈请个护工照顾她，你看怎么样？请护工？那我妈的住院费和营养费呢？你知道我现在公司根本拿不出来钱。我也给，就当是我做儿媳妇的对妈的孝心，毕竟她是为了看彤彤才来的成旅，要不然不会摔这一跤。这样也行，还算你懂事。那你什么时候回来？等暑假快结束吧，那时候彤彤也要开学了，我刚好回来。行，那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给我打电话。我挂了电话，给父亲赚了5万块钱，弟弟在旁边听得直喘粗气。姐，父亲现在怎么这么不要脸了？真是听的人想揍死他。公司起来了，他再也不需要我拿嫁妆填窟窿了。小陈，你现在赶紧给妈打电话，让她装作摔倒受伤，不要再出门了。柳如烟家离我们家近，万一她多心让她爸妈去我们村求证，就得不偿失了。好，我马上打电话。那柳芒怎么弄？他今天没有拐走彤彤，肯定是要回去的吧？你注册一个新号，给他转1万块钱，让他不要离开省城，这样每天给他转1万，不怕他不听话。凭什么白白给他钱？他是什么东西？这是最简单的办法，我不能知道他是个变态，还放他回村里祸害小孩子。我们马上要有2个亿，这点钱9牛1毛，不要舍不得。听到我说的，弟弟只好不情不愿的点头。随即我又安排道：你现在赶紧补觉，然后回家把爸妈接过来，不要告诉任何人。有人问就说是去给爸妈看病，不要露馅。我跟彤彤在这里等着你们。补什么觉？我现在精神亢奋得很，一点都不困。弟弟说完便站起来往外走。姐，你和彤彤在这等我们一家团聚就行了。我见劝不住弟弟，也就随他去了。这一天我和彤彤没有出过酒店，他在旁边看动画片，我就在网上看房子。上辈子父亲住的那个小区很好，既然有现成的参考，我打算直接在那个小区买房子。房子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装修。我准备买钢筋，将整个别墅全部包裹起来，同时院子外墙安装电网。其次就是武器的问题，每人至少要有3把，以及后续通讯中断后需要用到的收音机、对讲机、寻呼机等。冰箱、空调也要多储备几个，以及后续天气的预备物资、皮划艇、溜冰鞋等等。安全问题解决之后，就是食物问题，米面粮油这些能多囤积就多囤积。至于水，我准备将地下室1层全部用来储存水，上面连接水管到房间内，即使暴雨天水污染也不会缺水喝。其次是彤彤的奶粉，买个10年的，保证他不会没有奶喝。接下来还要囤积4季的衣服，因为不知道暴雨天之后会不会迎来极寒天气，所以各个季节的衣服都要准备。最后就是各种药品，能多买就多买。我在房间里写写画画，不知不觉天就黑了。爸妈和弟弟是在第2天9点到的酒店，一见到他们，我立马冲上前抱住他们。爸妈，婉婉别哭，妈都听小陈说了，你受委屈了。你放心，现在你想做什么，爸妈永远站在你身后。听到妈妈的安慰，压抑许久的情绪终于爆发，一家人不知道哭了多久，在爸爸的劝说下，才坐到沙发上谈接下来的事情。姐，我已经把钱给柳芒打过去了，他虽然一直追问我是谁，但更关心我是不是每天都给他打1万块钱。看得出来，他有了这笔钱，肯定会对我们言听计从。昨晚我也在他们家附近安了摄像头，他如果没有在省城待着，我们第一时间就能知道。不错，小陈，你做得很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准备物资和房子的事情了。爸妈，这段时间就先委屈你们住酒店，等那边安顿好，我第一时间接你们过去。好，你和小陈该忙什么忙什么，彤彤就交给我和你吧。这酒店吃得好，住得好，哪会受什么委屈？你就别担心我们了。我见爸妈这么靠谱，也就放心了。随后和弟弟将彩票兑换了出来，领到奖金后，弟弟带着我先在外面逛了2个小时，才换装去了那个小区的售楼部。等我们买完别墅出来，已经是晚上，外面的天气开始越来越热。谁也想不到，1个月后气温会直逼60度。我是在通讯中断的前1天给父亲打电话的，这时候已经是兑换彩票后的第37天。别墅的改造、物资的囤积，让我们一家人在这里待上10年不成问题。我坐在监视器前，看着父亲在给柳如烟喂葡萄，而婆婆则在给她捏腿。老公，你现在在哪？苏婉，你要回来了。现在外面都要60度了，大家都说末世要来了，家里可没有囤积你的物资。不是的，老公，是小陈1个月前中了彩票，在山上买了栋别墅，现在这里装修好了，他就把我和爸妈都接了过来。末世的消息我也听说了，我想着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家人都要整整齐齐在一起，所以就问你要不要过来。我现在跟你打视频，你看看。父亲一听我要打视频，马上拒绝，随即他像是反应过来自己说了什么，又补充道：我的意思是你不用打视频，拍一段视频过来就行了，这样能看清。婉婉，你不愧是我傅家的儿媳妇，我真是没有娶错你。挂了视频后，我把之前拍好的视频发给了父亲，他们3个看到我的豪华别墅，极度的脸都绿了。原来1个月前中彩票的是那个小崽子，运气真好，
他凭什么？这样的运气应该是我儿子、我孙子的。不行，儿子，这样的好房子，那一家土包子怎么配住？我们一定要把它抢过来。妈，你和我们想一块去了。这样的好地方，就是温度再升高10度，我们也不怕了。你孙子在这样的地方出生，还怕养不活？对，就是这样。这房子应该是我孙子的，怎么能让那2个小娘皮住着呢？妈，老公，我有一个办法。既然苏婉让你去住，说明她依然很爱你。我们可以利用她这一点，先安抚住她。你们应该知道，我哥哥还在我那里住着。怎么说？我们现在给我哥打电话说明情况，把计划告诉他，让他明天带几个人过去。苏婉他们家才几个人，我哥带过去的可都是壮汉，到时候人一控制，怎么处置还不是我们说了算？哎呦，我儿媳妇可真聪明，我孙子的妈这么聪明，等我孙子生出来，肯定也和他爸一样，考上名牌大学。父亲见状，也一把拥住柳如烟。我老婆真聪明啊！如果我婚礼那天是和你洞房就好。你不知道，我在婚礼上见到你的那一刻，就爱上了你。我以为这辈子都不可能和你在一起，没想到现在你连我的儿子都有了。你们婚礼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看我的眼神不对劲，本来想在你们新婚夜截胡，把你拐到我房间的，只是一直不确定你的心。老婆，原来我们早就两情相悦了。等我们把别墅抢回来，我们就永远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只是一会儿苏婉要过来，你要怎么跟我们一起走呢？他要是敢不带上如烟，我就打烂他的脸。妈，我知道你关心我，只是现在不是斗气的时候。我已经想好了，等他到了小区，我就出门在门口等着，就装作我是来投奔他的。看到我在这样的天气下挺着大肚子在外面，他不会忍心丢下我的。那怎么行？外面晒死个人。当然不会站很久，等他上了电梯，我再出去。因此，我和弟弟来的时候，便见柳如烟在我家门口踱步，见到我，他眼里顿时蹦出了光。婉婉，你回来了。我装作惊讶的样子，伸手扶住他。如烟，你怎么在这里？婉婉，我被人抛弃了。他让我大了肚子后不要我了。柳如烟边哭边给我编了一个痴情女爱上薄情郎的故事，我静静的听着，眼里却满是讽刺。别怕别怕，你还有我呢。我弟弟买了栋别墅，要不你跟我一起住过去吧？可以吗？我家的事情都是我姐做主，那就去。我很是豪爽的决定了。天气这么热，我没有时间和柳如烟在这演戏。父亲开门后，便见我和柳如烟亲如姐妹，他先看了一眼柳如烟，才把目光转向我。婉婉，你们这是？你说巧了不是？就这样在门口遇见了如烟。父亲还没说话，婆婆先从门里挤了出来。这热死人的天气，怎么一个人过来了？赶紧吹吹风扇，喝点水。婆婆说完，拿着小风扇就对着柳如烟吹，还递给她一瓶水。我在视频里看得很清楚，从柳如烟出来到我出现，她在门外站了不到2分钟，连脸上的汗都是洒的水。在外面站了一会儿后，父亲连房间都没有让我进，就催着我赶紧走。我从善如流地跟着他往楼下走，看到我开的豪车，父亲顿时嫉妒不已。小陈，这是你新买的车？不错，买的，只不过已经送给我姐了。哎呦，送给你姐了？送你姐就是送给我儿子。父亲，你既然喜欢，那一会儿就你开吧。那可不行，开坏了你们赔不起。婆婆见我弟居然敢这么说，顿时不愿意了。柳如烟却在后面拉住了他。小陈说的是，这样的豪车不是谁都会开的。那个婉婉，我肚子有点不舒服，咱们能快点去你家吗？肚子不舒服，赶紧上车。你现在大着肚子，可是最金贵的。说着，婆婆就把柳如烟扶了上去，父亲也紧张地坐到了后面。我看着他们一家3口的画面，心里忽然憋了一口气。弟弟见我神色不对，赶紧拉住了我的手腕。我深呼吸后，转身走向了驾驶位。到了别墅后，3个人正摸摸那看看，婆婆还不忘吐槽，这是比楼房凉快点，就是这墙围一圈铁网干什么？难看的要死，改明儿就给我拆了。还有那块空地，咋不种上菜？就那样让他荒着。柳如烟坐在沙发上，眼里也满是嫌弃，看得出来她对别墅的装修也不喜欢，只是她并没有在这上面做文章，而是打起了主卧的主意。婉婉，我今晚住哪个房间呢？医生说我胎相不好，最好能住主卧，那里阳光充足，对孩子好。你想睡主卧？不可以吗？我没有回答柳如烟，而是拿起桌子上的水递给她。外面天气热得吓人，一路过来他们不可能不口渴。果然，见我给他们端水，3个人立马喝了下去。等他们放下水杯，我笑着说，一会儿你就知道你要睡什么地方了。话音刚落，他们3个便先后晕了过去。柳如烟再次醒来，已经是晚上。她抬起头，发现自己被绑了起来，顿时大叫道：苏婉，你对我做了什么？我站在柳如烟面前，冷笑道：做了什么？这不是很明显了吗？还把我当傻子呢？还想霸占我弟弟的别墅？现在你如愿了，这栋别墅的地下室成功被你占据了。婉婉，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咱们俩认识20多年，你还不了解我的人品吗？我是什么样的人，你最清楚了，你不要听其他人的挑拨啊！听到柳如烟说的，我没有作声，而是按下了一个按钮，瞬间，他对面的那面墙板就升了上去。对面的房间里，赫然是父亲和他妈，他们同样被绑了起来。看到我，父亲瞬间暴怒：苏婉，你这是在干什么？快给我们打开！你个小娘皮，你这是反了天了！赶紧给我解开，不
不然我让我儿子和你离婚。你看清楚，现在不是你儿子和不和我离婚的事，而是我要不要让他活命的事。还有，你没发现我旁边是谁吗？听我这么说，婆婆赶紧转移视线，见柳如烟也被绑着，她顿时怒吼：你要是敢伤害我的孙子，我死都不会放过你！婆婆说完，父亲和柳如烟的脸色都白了。妈，你给我闭嘴！这是还想瞒着我呢？父亲，你要不想和我过了，大可以和我离婚，何必要我们娘俩的命呢？婉婉，你都知道了，误会都是误会，我和如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哦，既然不是我想的那样，那我就不客气了。说着，我便狠狠甩了柳如烟一巴掌。婆婆见状，朝我怒骂道：你个小娘皮，你敢伤害我的孙子！我皱眉看向婆婆，随即又甩了她一巴掌。父亲看到我眼里的疯狂，眼里的虚伪逐渐转变成害怕。婉婉，你这样我都快不认识你了。你忘了当初在学校我们有多恩爱了吗？我就是在婚姻中临时打了个盹，都是柳如烟勾引的我啊！父亲，你个王八蛋，你在说什么？你个人渣！你现在为了活命，居然连你的儿子都不顾了吗？婉婉，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们重新开始。彤彤需要爸爸，你也需要丈夫啊！天灾年间没有男人保护，你怎么活下来啊？父亲说了一大堆，可我就只是静静地站在他面前盯着他。他见我不为所动，于是哀求道：婉婉，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好好守护在你身边，只爱你一个人。你说的都是真的？真的，当然是真的。好，那我就给你机会。说着，我便给父亲松了绑。父亲一解脱，脸上顿时松了一口气，上来就要抱我，可我却往后退了一步，和他隔开一段距离。不过我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婉婉，只要我能做到，我绝对去做。我要柳如烟肚子里的那块肉消失。不要，苏婉，我们是闺蜜，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难道就因为我犯了一个小错误，你就要我的命吗？虽然父亲曾爱过柳如烟，可他是个商人，最会察言观色。此刻他看到了我眼里的果决，于是他牙关紧闭，憋出一个字：好。说完，父亲便目光沉沉地朝柳如烟走去。不要，老公，我肚子里是你们傅家的种，是你日思夜想的儿子啊！可无论柳如烟怎么喊，父亲都没有停下脚步。最终，柳如烟在父亲的殴打下流产了。而婆婆看到这一幕，立刻挣扎起来：父亲，你干什么？那肚子里是你儿子啊！孙子就是她的命，是婆婆期待已久的奔头，是她给傅家列祖列宗许下的承诺。可是现在，她的孙子死在了她儿子的手下。婆婆说完，头一歪，便昏死过去了。这时，父亲走到我面前：现在你满意了吗？满意？你觉得我应该满意？话音刚落，我左右开弓，给了父亲几巴掌。什么时候你们受到我和女儿前世的痛苦，我可能才会满意。听到我说的，父亲呆愣在原地。我借机走出了地下室，弟弟见我出来，担忧地看向我：姐，你没事吧？小陈，我好高兴，我有好长时间没这么高兴过了。姐，想高兴就高兴，这是他们欠你和彤彤的。明天柳芒来了，你可以更高兴。第二天中午，柳芒果然带着5个人来了。我站在2楼的窗户旁，亲眼看见他们落入了门口的陷阱，然后我将他们和父亲3人关在了一起，每天就看着他们狗咬狗，好不热闹。最后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死去，我放声大哭。这时，爸妈和弟弟带着彤彤来到我身边，他们把我拥在中间，不停安抚我。结束了，婉婉，你的仇恨结束了，往后余生，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我听着妈妈的声音，感受着家人的爱，坚定地点了点头。往后余生，我终于不再是一个人了。